不看手机的话哦，你可以回答以下的数学。等于16。47吧。256。答案是276。我就觉得也还好，也没有说到过度依赖的部分吧。我自己本身我也是离不开手机了。Nowadays, people don't really have that much of attention span because of the mobile phone. Since they get bored easily, I feel like they decide to use their phone. 不看手机的话哦，你可以回答以下的数学。等于16。168。稍微比较难一点了。等于A few moments later. 4.6。96啊，47吧。288。256。答案是276。时间到了。听到过有个很有趣的市场调查，就是他们在火灾的时候，就是要先救什么物品哦？有49%的人选择先救手机。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是自己的经验。其实我去过台湾，然后上次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fire drill 就开始响。然后我们在睡觉，所以其实我父母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是就叫我们全部起来就跑出去拿护照什么。而其实我跟我妈讲要带手机，因为我们现在就依赖手机，可能刚刚你说的什么电话号码、地址这些，如果没有的手机，如果我们在外面，我们也就做不了东西。所以其实现在手机其实挺重要的。我也是会先带手机回去啊。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呢？因为通常那个手机放哪里我都是知道的啦，所以火灾的时候、逃生的时候我会带手机出。对，我会带手机出。为什么没有选择好像先带护照这些还是你的？没有，护照可以做过啊。是为什么手机会这样重要？在新加坡来讲联系方面很重要，还有那个社交网站呢，那些 Facebook 那些也是靠手机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先救手机可以求救嘛，可以打电话求救。对，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是赞成的。但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的话，我觉得发生火灾肯定是生命安全，对吧？最重要。That's a bit stupid because your mobile phone can explode. I guess because it costs a lot and it's quite valuable but personally I probably won't do it. Like any other valuable thing do you think? Yeah, probably my wallet. Yeah, I mean wallet more important, right? Got my IC, got everything. Phone can replace. 为什么很多人都很依赖手机？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现在出去，如果小孩子一闹，你就看家长也会把那些 iPad 手机就给孩子看，让他们不要这么吵就很像以前可能是给玩具，可是现在家长都也依赖着这种网络的这些视频，所以就从小就一直接触这个的话，也会养成一种习惯，所以到他长大的时候也会离不开手机。我就觉得也还好，也没有说到过度依赖的部分吧。就是手机能帮助我们就是每天的行程嘛。如果说你没有手机，然后没有焦虑的话，那我就觉得也还好。对，它就帮我们消遣，就是一个物品吧，我就觉得。Nowadays, people don't really have that much of attention span because of the mobile phone. Since they get bored easily, I feel like they decide to use their phone. How frequent will you use your mobile phone? Maybe like 6-7 hours. 我自己本身我也是离不开手机了。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工作上离不开手机，然后我上课我也离不开手机，然后 WhatsApp group 我也离不开了，因为我真的很多群，然后我的朋友都是在 WhatsApp 那边分享那些资料那些，有时候我也是在那边吸收一些资料对于我们80后来讲我相信是真的是离不开手机。还有那个资讯去哪里找什么东西吃，找什么那种也是离不开也有看到有一些人用手机来哄孩子，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个人现在没有孩子，我是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小孩子没有自制力嘛，然后你这么早给他们就是接触那么长时间的视频时间，我觉得不太好啦。因为我觉得他们之后他们的集中力、他们自己的创意力，我觉得也很难再培养。很多家长现在都一整天工作嘛，然后到了晚上可能也很累去哄孩子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某一些家长来说，那就是他们唯一的能想到的办法。我也是我也是。对啦，这个是真的啦。他们的 game 都是手机的 game。他们的那游戏机我以前有玩游戏机的嘛，现在不用玩游戏机了，你直接一个收费，你导入去那个 iPhone 那边然后它就直接可以玩了。所以我是
OK 了，我说。但如果大人没时间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给孩子看一会儿手机，但时间不能太长，这个肯定不好，就是不能依赖手机嘛。他手机只能就是作为一种，就是跟玩具一样，或者跟其他方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不能说那全部依赖手机，这个对小孩可能对孩子伤害肯定是很大的，对吧？我的孩子全部都不会，就不让，对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不会看电话，对。很好哎。很好，对就是禁止他们动手机，对不对？对，都不会。但我大的也是大概4、5岁了，所以还好。第一，我就觉得他大了之后一定会用很多手机吧，他小的时候不应该用那么多，而且会对眼睛不好。所以我自己是不会给孩子。对，如果用电话的话，通常是一起用，就可能看他的 video 还是怎样。这样就不会给他自己看。手机本质会上瘾，如果我们大人、年轻人我们这样用就已经自己上瘾了。如果你从小就给1、2岁的小孩子就一直用，他们会更容易上瘾。而且现在你可能出去看，会有很多小孩，他的那个注意力很短。所以他一下子就很暴躁，然后就开始喊，他的父母就给你看，他们就一闹，他知道他一闹，他就会有手机看了。所以现在会变成他们就会很习惯就这样。然后现在的孩子，他们也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玩玩具这些，他们也对那些没什么兴趣了。有人建议就是设置一个手机的限制时间。screen time 这样子，来让他们的少用手机。你怎样看这样一个做法？我认识很多人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治标不治本，你就是限制他，对吧？但是他心还是想看，对吗？但是你要给他们理解为什么不应该看，而且如果他不看能做什么，要不然他会设法会想很多办法去怎样用，可能用电话，不能用电话就用爸爸的电话，用电脑。看电视很多个方法，对吧？第一，他可能就不开心，对吧？那朋友可以用，为什么我不可以用，对吧？第二，他们就觉得好像父母一直在控制我。大了之后，他们会有这种想法。这个做法还不错啊。如果使用的好的话，还可以培养就是小孩的自制力或者说在其他的方面能让他了解到常识这样子就不要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然后变成的非常有依赖性。我觉得这件事还是不太好。对，因为我觉得完全切断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现在他们身边的人必定也有很多个小孩也是经常接触荧幕的，然后如果朋友一直告诉他们荧幕世界里面有多好多好，那可能他们自己也会心理不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切断，不是一个好办法。就像你所说的，就适当，我觉得这个好，3、5个小时是 OK 的，做得到。如果是24小时就很比较难，看了10分钟，然后又不要看 ，OK。就是 interval 啦，5个小时 OK 了。OK， 就是现在没有人在用那些3310的手机，就是市场上有人推出这样的手机，还蛮多人买的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真的过时了啦，真的过时了。他的那个蛇的那个游戏对，那个我破到不要破了以前的时候破到不要破了对，所以过时了，这个3310过时了，但是。对老人家 OK 啦，对我们80、80后不可以适应不了了。所以我还是觉得手机来讲要 smartphone， 一定要 smartphone 要跟进时代毕竟未来的发展你还不知道吗？对，我比较常看的是父母就会买这种手机给可能10岁以下的孩子用，可是我有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孩子就有这个，可是他们朋友的就是现在这种 smartphone 的那些技能，所以他们就会为什么我的手机不可以做那些东西，然后他们就会不太开心啦。可能对很特定的一小群人，就可能他们就觉得不需要，可是我觉得很难好像付款那一些方面，可能那些手机就没有办法执行